嘿，各位好，我是兴趣产的摄影师 Enzo。那大家是不是觉得看到 Sigma 的名字，又是台湾 YouTuber， 应该我就会出现吧？没错，我又出现了。那 Sigma 呢，对于无反镜头的琢磨，我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哦。一直以来人都有不断的推陈出新，让 E mount 跟 L mount， 甚至现在副摄 X mount 呢，都有非常多的副场镜头选择。那我相信其他玩家呢，像是尼康 Z mount 或是 Canon F mount 呢，应该也会非常想有这些副场镜头吧。所以我希望呢，也可以早日看到这两家呢，也有 Sigma 的副场镜头哦，不然原厂镜头的价格真的是不想讲了。好了，那回归来讲今天的重点哦。Sigma 呢，之前出了2系列的镜头呢，闯出名号。那 Contemporary 系列呢，也是现在的抢手货哦，主打轻巧高画质又有便宜的好价格。上次 Sigma 呢推出2870 f2.8 DHDN 的 Contemporary 系列呢，拥有同级最小的镜身加上便宜的价格，成为全幅系列的标准镜头的首选之一哦。那么现在呢，更乘胜追击，推出了超广角变焦镜头 Sigma 1628 f2.8 Contemporary 系列。那重点呢是这颗镜头的体积超小，跟2870 2.8呢是超级接近哦。重量呢也才450克，非常的轻，而且它的重点呢是它来到了16端哦，16端，这真的太棒了。那一样我知道大家最在意的事情就是它跟 Tamron 的1728 f2.8 相比起来到底怎么样？因为毕竟两颗镜头都不算大，又都是副场的，那差不多的规格呢，但是广角呢它硬是比 Tamron 多了1mm哦。大家要知道呢，多了1mm代表的事情呢，绝对是有影响的。因为广角镜头一定是越广越贵，这样。那后面呢会秀给大家看这颗镜头跟 Tamron 的1728的比较哦。好啦，那我们话不多说呢，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些我使用这颗镜头所拍摄的作品。那照片呢，基本上都有经过我的调整颜色，当然后半段的画质比较一定是原图。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那看完以上实拍分享，如果你也是对于超广角镜头非常有兴趣的玩家，欢迎帮影片点个喜欢，让大家知道超广角镜头是真的很好玩哦。那这个焦段的意义呢，其实非常的大。1635这个词呢，在大三元已经存在很久了，但是在无反出现之后呢，很多厂商也会急着想要让镜头更小颗，所以呢，就诞生了今天的1628哦。那超广角变焦镜头呢，实质意义上来说，确实非常的好用，不管是旅游还是工作呢，基本上我个人觉得都算是一颗必备的镜头之一哦。以逐渐开放的国外旅游来说呢，假设你有一颗旅游镜，2105、2870、28200之类的镜头呢，基本上你都还是会需要一颗超广角镜头来捕捉一些大景哦，不管是拍星空或者是厉害一点拍个极光什么的，很多景色呢可以达到一般镜头没有的张力。其实我真的超级喜欢超广角的感觉哦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整体的镜身设计哦，跟2870来说呢，没有什么两样，一样都有 AF/MF 的切换钮。这一点我自己是蛮在意的哦，因为有时候拍片的时候呢，我们直接切换 AF 的话，拍摄起来会比较迅速，不用再进选单了。那这个镜头呢，有个小重点，就是它是内变焦，就是你在变焦的时候呢，没有任何地方会伸缩，也大幅降低了入尘的噩梦哦。那现在呢，就来开始大家最在意的部分，画质测试。那我们就来跟 Tamron 的1728一起来比较看看吧。那我们一样呢，先来看广角端哦，16mm呢明显较广，所以虽然两者只差1mm，但是有明显的差异哦。那我们先来看最大光圈 f2.8 的情况下呢，中央表现算是接近，边缘1728好一点。
那接下来呢是 F4 跟 F5.6，中央接近，但是边角呢1628有明显的改善许多。那 F11到 F16到 F22呢，都有蛮明显的画质下降，两者的表现呢，算是都非常接近哦。那再来是28mm 的望远端，28mm 大家可以看到呢 ，Sigma 竟然比较远。所以这颗 Sigma 的镜头呢，不但比较广，还比较远哦。那 f2.8 的情况下呢，中央表现呢，两者算是非常的接近。那边角的话呢，则是1628比较好哦。那 f4 的话呢，中央1728比较好一点，但是边角一样是1628比较好。那再来呢 ，f5.6到8到11呢，这两颗镜头的画质表现都非常的接近，中央都非常的相近，边角呢则是1628比较好。16到 F22呢，这两颗的画质呢都有非常明显的下降哦。所以就上述实测来讲呢，1628大部分的情况呢，边角画质都比1728还要好一点点哦。那在最大光圈 f2.8 的情况下呢，中央锐利度我个人觉得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整体来说呢，这个画质在这个体积下表现非常的 OK。那说个老实话就是我们大部分使用这种超广角镜头，除了星空以外呢，真的算是很少会开到 f2.8 拍摄了。那 f2.8 呢，主要是拍摄特写的东西，有时候呢可能会用28端呢带一点散景哦。那如果你是一个风景玩家，要追求这颗镜头的最佳画质的话，这边建议你说用 F4 到 F8 呢。之间的画质表现呢是相当不错的，但是要注意呢 ，F11之后的画质下降都是还蛮明显的。一度我以为我是不是不准焦，我还重新对焦，但是我发现它的画质下降就是这么明显。这两颗镜头呢都是一样。那对焦方面呢，这点算是 Sigma 的强项 ，Sigma 系列的对焦都非常的快速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跟1728相比，确实比1728还要更快。那当然呢，对焦速度这个东西一定是越快越好嘛，所以 Sigma 呢算是做的相当不错，而且整体使用起来呢，完全没有任何马达作动的感觉，也没有任何声音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星芒，因为我发现其实蛮多广角用户在意星芒的。那就我测试下来呢，这颗镜头大概是 F8 之后呢，会开始有明显的星芒。它的星芒呢，总共会有18道。要好看一点星芒的话呢，我建议这边要缩到 F16之后呢，才会比较刺哦。那如果你是喜欢星芒的玩家的话呢，这颗的表现对你来说算满意吗？欢迎留言哦，因为我自己的话对星芒是还好这样。那最近对焦距离以及散景方面，这点其实不太算这颗镜头的重点啦，但是我们还是来测试一下哦。那这颗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呢，在广角端跟望远端一样都是25cm。那相比1728来说呢，它的对焦距离算是输，因为1728的话，广角端可以到19cm哦。那整体呈现起来呢，广角端还是带得出张力，望远端也还是带得出明显的散景的哦。那说到这颗镜头散景呢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人会在意这个超广角镜头的散景啦，但是我们就给各位看一下嘛。好啦，那现在来跟各位聊一下这颗镜头的结论哦。Sigma 1628mm f2.8 呢，这个焦段是真的太好用了，可以在比别人的体积更小的情况下呢，摘录了16端。而且画质表现也非常的 OK。那这颗镜头呢，对于 Sony 的全幅用户来说呢，绝对是一个超广角的好选择。因为我自己去旅游的话呢，一定都会背一颗超广角镜头，因为我喜欢拍一些大景嘛。但是碍于现在的镜框呢，真的都太重手了，确实困扰着我，只能往 F4 去做选择。但是现在有了这一颗镜头这么轻，对于旅游来说呢，真的超级方便，确实是杰出的一手。那配上1628呢，再加上 Sigma 的2870呢，整体重量呢才920克，不到1公斤。不到1公斤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可以拥有16到70的 f2.8，而且是全片幅。我想大家都觉得这应该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吧？像是对于我们比较常拍片的用户来讲，可以用全片幅的机身搭配这颗镜头拍摄 Vlog， 自拍的话呢，完全不用担心会切到脸哦。那说到现在呢，这颗镜头的这样表现，你会买吗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哦。那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那对于这颗镜头还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留言区提问哦，我都会一一回答给各位。
我是兴趣闪的摄影师 Enzo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